一起来看精彩短剧清间写离序故事解说。周廷玉与江然结婚8年，8年以来，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芒果制品。所有人都清楚，周廷玉对芒果重度过敏，误食会危及生命，全家人多年来始终严格避讳。可如今，周廷玉为了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冷怡，彻底打破了8年的底线，不惜拿自己的性命冒险。公司团建聚餐现场，气氛骤然紧绷。周廷玉当众吩咐店员，将店内所有芒果甜品全部包下，统一送到冷怡的桌前。他对外解释，冷怡吃不惯团建的饭菜，自己特意留下来陪他用餐，还温柔叮嘱冷怡慢慢吃，不用着急。坐在一旁的江然将这一幕尽收眼底，心底又寒又怒。他出声提醒周廷玉，8年婚姻，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芒果过敏有多致命。江然性格强势执拗，明确告诉周廷玉，他既然执意要破例，那这一桌芒果甜品就必须由他自己吃完，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。周廷玉立刻出面维护冷怡，声称过敏的是自己，整件事和实习生无关，让江然不要为难孤身打拼的小姑娘。江玉闻言心彻底冷透，不再牵连冷怡，直接要求周廷玉独自吃下所有芒果甜品，为自己的任性买单。冷怡连忙当众辩解，说是自己肠胃不适，吃不惯团建饭菜，才主动请求周廷玉留下陪同，希望江然不要误会怪罪。江然根本不接受她的示弱辩解，当场厉声打断，表示自己和丈夫对话，轮不到外人插嘴。江然看着刻意装可怜的冷怡，满心不屑。他直言自己从不无故针对他人，但冷怡明知周廷玉已婚，还刻意靠近，插足别人的婚姻，根本不值得自己留情。江然有着极强的感情洁癖，他警告冷怡，但凡属于自己的人和东西，一旦被他触碰，自己就会让他当众难堪。如今的局面都是他自作自受。随后，江然放出狠话警告周廷玉，如果他今天敢起身离开包间，第二天冷怡插足他人婚姻的丑闻就会传遍全网，让他彻底身败名裂。说完，江然再次冷声逼迫周廷玉吃芒果甜品。周廷玉心知江然是在赌自己心软，不愿彻底撕破脸皮。他看着态度执拗的妻子，不再辩解，默默拿起芒果甜品吃了起来。一旁的工作人员察觉异常，急忙提醒众人，周廷玉对芒果严重过敏，必须立刻拨打急救电话。即便听到提醒，江然依旧没有叫停，冷漠让他继续吃。工作人员不敢耽搁，果断叫来救护车，将周廷玉送往医院，江然也随车同行。抵达医院，周廷玉脱离危险后，江然语气冰冷的嘲讽，说他运气极好，吃下大量芒果居然还能捡回一条命。周廷玉身心俱疲，无奈询问江然，是否非要把夫妻之间的事闹到这般难堪的地步。周廷玉坦言，8年婚姻里江然的所有付出自己都记在心里，从未想过做对不起家庭、对不起他的事。可江然完全不认同，他明确告诉周廷玉，背叛从不止肉体出轨，自己有感情洁癖，哪怕是精神动心、移情他人，也是无法原谅的背叛。他直接质问周廷玉，敢不敢坦然承认自己对冷怡没有半点动心。面对质问，周廷玉包揽所有过错，再三恳求江然不要为难冷怡。他声称冷怡独自在陌生城市打拼，无依无靠，十分不易，希望江然能够手下留情。可这番处处维护外人的话语，彻底刺痛了江然的心。江然满心嘲讽地看着周廷玉，直言他看似担当，实则糊涂。他表明，若是周廷玉单身，两人互生情愫，自己无话可说，但他早已已婚，冷怡还敢当众和他举止亲密，拉拉扯扯，足以证明两人都心存侥幸，毫无分寸。冷怡依旧辩解，认为是江然无端猜忌，一厢情愿。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江然，他直言冷怡是在公然挑衅自己。有些身份和宿命与生俱来，冷怡就算费尽心思攀附，也永远是上不得台面的外人。江然表示，自己此前从不计较，不是畏惧对方，而是冷怡根本不配和自己相提并论。但对方不知收敛，屡次挑衅，自己不介意好好教他何为规矩。话音落下，江然直接抬手给了冷怡一记耳光。打完人后，江然语气淡然的致歉，称自己失手伤到了周廷玉身边的人，同时郑重提醒周廷玉看好身边的人，若是冷怡再敢挑衅自己，下次就不会只是一记耳光这么简单。冷怡满心委屈，哭诉自己从未招惹过江然，不明白为何被如此针对。周廷玉也连忙追问江然意欲何为。冷怡急忙解释，是自己主动让周廷玉送自己回家，想要为周廷玉开脱。江然看着不知悔改的两人，直言周廷玉根本没把自己的警告放在心上，自己不介意再教他们一次规矩。冷怡心生畏惧，立刻出言警告，若是江然再动手，自己就会报警追究暴力伤人的责任。江然毫无畏惧，坦然让他尽管报警，倒要看看警方会不会包庇插足他人婚姻的第三者。就在双方僵持之际，周廷玉的母亲匆匆赶到现场。周母一到场就怒气冲冲地质问周廷玉，
直言若不是旁人告知，自己根本不知道江然竟然逼迫重度过敏的周廷玉吃芒果，摆明了是想害死他。一旁的冷姨趁机添油加醋，告诉周母周廷玉为此住院2天，医生坦言再晚一步就会性命不保。周母怒火更盛，先是训斥周廷玉纵容外人，随后当众指责江然性格暴戾，毫无教养，让他遇事多反思自己，不要无端挑事为难他人。周廷玉立刻出声制止，让母亲先行离开，表明自己或江然的夫妻矛盾，自己可以妥善处理，无需外人插手。周母却依旧不依不饶，认定是周廷玉太过纵容，才让江然肆无忌惮，还公开表态支持2人离婚。周廷玉态度严肃，警告母亲若是执意挑事，以后就不用再来往。他明确告知母亲，江然依旧是自己的妻子，母亲当众诋毁羞辱他，从未顾及过自己的感受。周母气急败坏，出言嘲讽江然出身普通，格局狭隘，连饭菜都做得难以下咽，尽显小家子气。面对母亲的刻意刁难，周廷玉态度决绝，直言家人若是始终无法接纳江然，就当从未有过他这个儿子。事后，周廷玉温柔安抚江然，让他不要将母亲的过激言语放在心上，还郑重承诺绝对不会和他离婚。江然心中隔阂难消，反问他是否忍心让觊觎自己丈夫的冷姨日后登堂入室，成为孩子的后妈。周廷玉无奈叹气，恳求江然不要事事牵扯冷姨，声称自己已经吃下过敏芒果，住院受罪，算是付出了代价，希望这件事可以就此翻篇。江然清楚2人的感情裂痕已经无法修补，沟通无果后，他给了周廷玉2个选择：一是彻底开除冷姨，和他断绝所有联系；二是2人离婚，周廷玉净身出户。周廷玉被步步紧逼，无奈选择硬刚，直言既然江然不肯退让，那就法庭相见。江然满心失望，反问他是否忍心让年仅5岁的女儿周月月小小年纪就遭遇父母离异，失去完整的家。江然坦言自己出身单亲家庭，深知单亲孩子会承受的非议与委屈，不想让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。周廷玉瞬间心软，苦苦哀求江然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改过的机会。江然最终心软妥协，但郑重警告周廷玉，这是最后一次原谅，往后若是再犯，哪怕拿孩子当借口，自己也绝不会再退让。风波过后第2天，原本活泼开朗的5岁女儿周月月放学回家，情绪格外低落，满眼委屈。周廷玉和江然双双察觉孩子的异常，温柔询问她受了什么委屈。周月月红着眼眶向妈妈道歉，说自己不乖惹妈妈生气，反复恳求爸爸妈妈不要分开，不要丢下自己。江然心头一紧，连忙追问是谁告诉他父母要离婚，要抛弃他。周月月委屈回答，是奶奶告诉自己的，奶奶说爸爸妈妈马上就要离婚，都会抛弃不乖的他。江然满心心疼，立刻温柔安抚女儿，郑重告诉周月月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自己永远不会丢下她，她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。另一边，周母发现自己物品被损坏，见到江然后立刻破口大骂，指责他是客人的扫把星，扬言要报警追责。江然坦然不惧，直言可以直接报警处理。江然冷静提醒周母，自己顶多是轻微损坏财物，罪责极小。但周廷玉婚内出轨，一旦闹上警局，诉诸法律，周家损失会更加惨重。若是周廷玉因此留下丑闻，背负案底，不仅自身前程尽毁，公司也会彻底破产，周家的富足生活也会彻底终结。江然冰冷警告，自己从不主动招惹旁人，但周月月是他的逆鳞。周母不该欺骗、伤害年幼的孩子，如今的一切后果都是周家自作自受。与此同时，周廷玉告知江然，自己的车子刹车被人动了手脚，已经送去维修。他解释自己今日乘坐冷姨的车返程，冷姨开车失误，车辆不慎落水，导致2人浑身湿透，不便外出，于是自作主张让冷姨在家洗澡换衣。江然没有冲动争执，冷静指出其中破绽。小区停车场监控全覆盖，完全可以查清破坏刹车的真凶。同时，冷姨持证多年，经验充足，不可能轻易将车开进水里，这套说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。随后，江然淡漠让已经洗完澡的冷姨立刻离开周家。冷姨连忙致歉，承诺次日将衣物洗净送回。江然满脸嫌恶，直接拒绝，直言衣物被外人穿过，自己嫌脏，直接扔掉即可。冷姨离开后，周廷玉疑惑江然为何不派人追赶。江然神色冷淡，只叮嘱他炖给女儿的鸡汤即将煮好，记得及时盛出，同时吩咐将卫生间内冷姨用过的所有物品全部更换清理，彻底消除痕迹，贴合自己的洁癖底线。没过多久，喝过鸡汤的周月月突然浑身发痒，身体不适，难受的不停哭闹哀嚎。江然察觉女儿过敏，瞬间慌乱，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，紧急催促周廷玉立刻赶往医院。医院工作人员告知，周廷玉正在召开重要会议，无暇接听电话。江然怒火攻心，厉声警告对方，
若是女儿出现任何意外，所有相关人员都要为此偿命负责。所幸送医及时，周月月并无生命危险。医生检测后告知，孩子过敏的源头是芒果汁。江然满心震惊，父女二人都对芒果重度过敏，家中多年从未出现任何芒果制品，孩子根本没有接触芒果汁的机会。周母赶到医院后毫无悔意，反倒暗自抱怨，指责江然上不得台面，拖累儿子，直言周家娶到她是家门不幸。江然不再忍让，直言若是周母始终看自己不顺眼，不如成全他们母子，自己或周廷玉直接离婚。周母当即怒斥江然目无长辈，态度恶劣。江然无视他的指责，转头质问刚赶来的周廷玉是否知晓女儿误食芒果汁过敏住院。周廷玉对此一无所知，满脸错愕，急忙追问缘由。江然告知周廷玉自己多次致电，他始终拒接。一旁的冷姨连忙辩解，称周廷玉开会不便接电话。这番说辞彻底激怒江然，他直接质问冷姨是不是他故意给过敏的孩子喂食芒果汁，蓄意伤人。冷姨当场矢口否认，周母也立刻出面维护，强行辩解是孩子调皮自己偷喝，还刻薄嘲讽周月月和江然一样爱撒谎爱冤枉人。周母的偏袒与刻薄彻底点燃江然的怒火，他当场扇了周母一巴掌。周廷玉连忙上前阻拦，怒斥江然闹得太过离谱。周母气急败坏，扬言要报警将江然送入监狱。江然毫无惧色，直言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他明确告知周家母子，既然他们敢对年幼的孩子下手，就要做好承担自己怒火的准备。随后，江然拿出确凿证据，告知周廷玉，此前破坏他车辆刹车的人已经被警方抓获，真相即将大白。江然逐一细数周家的罪责：周母派人破坏刹车，蓄意谋害周廷玉，明知周月月芒果中毒过敏，还刻意喂食芒果汁，谋害幼童。父女二人平安无事，仅仅是运气好，命大而已。这根本不是普通家事，而是蓄意谋杀。江然郑重表态，自己会正式起诉周母故意损坏财物、蓄意谋杀。冷姨作为全城帮凶，同样难逃法律制裁。周廷玉彻底慌乱，卑微哀求江然收手撤诉。他恳求江然看在女儿的份上网开一面，不要让孩子背负奶奶坐牢的污点，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。江然态度冰冷，直接斩断这份牵连，直言从此刻起，周母不再是周月月的奶奶，彻底断绝祖孙关系。周廷玉无计可施，甚至试图强行阻拦江然，逼迫他妥协。江然坦然无惧，直言法治社会无人可以肆意胁迫他人。周廷玉满心疲惫，质问江然夫妻一场，为何要做得如此绝情？江然回忆过往，坦言当初相恋时，自己就明确告知周廷玉，自己有严重感情洁癖，绝不容忍伴侣三心二意。当初周廷玉立誓此生只爱他一人，为是甘愿天打雷劈，可短短数年，他就彻底变心，背弃誓言。江然感慨，自己曾经也是商界知名女强人，风光无限，如今的狼狈与失意，全是这段失败的婚姻是周廷玉一手造成。周廷玉彻底放下身段，卑微恳求江然撤诉。他主动提出同意离婚，只求江然放过自己的母亲和怀有身孕的冷姨，还承诺竞标成功后分他一半利润，换取他撤诉。江然满心嘲讽，直言自己从不缺钱，根本看不上他的蝇头小利。他痛斥周廷玉毫无底线与担当，连亲生女儿的过敏体质都不放在心上，还纵容家人与情人伤害孩子，根本不配为人父，更没资格拿女儿当作谈判筹码。两人彻底谈崩，婚姻正式落幕。离婚后的江然重整旗鼓，创立燃星策划公司，凭借出众的能力与独到的商业眼光，快速在行业内站稳脚跟。曾有一家老牌商户固守传统工艺，营销落后，产品销量惨淡，濒临倒闭。江然精准抓住核心问题，提出国潮新生、技艺回甘的全新思路，保留古法工艺核心，全面升级包装设计、品牌故事与线上营销，邀请美食博主探店直播。这套方案落地后效果极佳，老牌产品一夜爆红，线上订单挤瘫后台，线下门店成为网红打卡地，品牌成功逆袭。江然也凭借这次亮眼的合作，在业内声名鹊起，名气大涨。陆氏集团看中江然的实力，主动向他抛出橄榄枝，将集团顶级 S 级项目星辰计划公开招标，这是能让燃星策划一步登天的优质机遇。即便面对众多国际知名4A 公司的激烈竞争，江然团队依旧信心满满，决心全力以赴拿下项目。竞标现场高手云集，众人意外发现落魄的周廷玉也到场参与。圈内人纷纷议论，周廷玉当初为第三者抛妻弃女，搞垮自家公司，人品备受诟病，如今早已无人愿意合作。江然全程无视旁人议论与周廷玉，专心准备竞标。走投无路的周廷玉主动拦下江然，卑微恳求他看在过往情分和女儿的面子上退出竞标，把项目让给自己翻身，还承诺事后分一半利润给他。
江然果断拒绝，直言自己财力充足，无需他的利益馈赠。他再次痛斥周廷玉的自私懦弱，否决他所有侥幸，明确告知他竞标全程凭实力竞争，各凭本事取胜。竞标答辩环节，周廷玉的方案空洞乏味，没有任何市场调研与数据支撑，全凭主观臆想，漏洞百出。反观江然，从容条理，逻辑清晰，完整展示品牌理念、市场画像、创意核心与预算规划，方案新颖完善，落地性极强。经评委会一致评定，燃星策划凭借绝对实力，全票拿下陆氏集团星辰计划项目，大获全胜。落败的周廷玉遭到身边人的当众斥责，被嫌弃无能落魄，无法养家，最终落得众叛亲离、一败涂地的下场。就在燃星团队举杯庆祝、展望未来之际，画面骤然反转，现场鲜血涌现，剧情迎来突发变局。